家好，我是议员。在2024年即将要结束之前呢，官方又发布了一个大爆料，没错，新的统帅，哎呦，骑兵统帅来了。但是目前官方只是公布一位统帅而已，这个就是亚瑟潘德拉贡，他的天赋是骑兵通用连击那相信在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在之前其实有推测过新的骑兵有可能是连击统帅，所以就像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亚瑟王，他就是连击统帅。但是我不清楚他的连击伤害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官方今天只是放出他的天赋而已，还没有说他的技能详细是怎么样的。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所谓的连击伤害呢，就是在一个回合里面同时释放2次直接伤害。就比方说亚瑟王他可能他的直接伤害只有1000，但是他在一个回合里面可以释放2次，就会变成他的伤害就有2000。但是我相信听到这里的观众可能就会觉得说，哈，这样子不是很废吗？我现在的统帅打1次都可以2500的直接伤害了，你的连击伤害打2次才2000，那我去培养这个连击伤害的统帅干嘛？那有可能就是连击伤害它可能有另外的方式去提升它的伤害，又或者是连击伤害可能像原型阵那样子不会受到某一些东西影响，像是一些技能伤害统帅的话就会受到威廉的影响。假设连击伤害它不计算在技能伤害，也不计算在普攻伤害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如果是跟回官方之前所设计的连击伤害的方向去发展的话，也就是基础攻击再发动1次而已。如果真的只有基础攻击，那么也就奠定这个统帅已经废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官方设计出来的连击伤害可能会有不同的意外惊喜，当然也有可能让大家失望啦。不过亚瑟王是一个这么传奇的统帅呢，他的技能应该不会设计的太糟糕吧。OK， 接下来就是玛雅文明加入战场。首先第一位玛雅文明的统帅，之前有观众猜中了，就是6天夫人瓦克查尼尔阿豪。哇，他的名字比较像男生的名字但是可能让大家比较失望了，这位统帅是综合采集防御，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采集统帅那老实说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采集统帅，但是把6天夫人设计成采集统帅好像有点，我不清楚大家是怎么想啦。我是比较期待可能新的文明，也就是玛雅文明的统帅应该是步兵统帅，只是没有想到变成综合采集有点失望啦，讲真的。所以如果是根据他的技能综合采集防御来看呢，有很大可能这位统帅是史诗级统帅，不是传说级统帅，再加上他的服饰其实也不像。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是传说级统帅的话，他的身上应该会比较多金色的饰品之类的，又或者是武器可能会变成金色之类的，那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另外一位新文明玛雅统帅西亚卡克，他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冒烟青蛙，然后他的天赋是工兵工程技能。这位统帅就跟我之前猜测的差不多，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玛雅文明其实有很大可能也是工兵统帅，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他的天赋是工兵工程技能，并且他的武器还有服饰呢有带一点金色，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他是传说级统帅。不过同样的，这2位新的玛雅文明统帅并没有释出他们的技能，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的技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通常推出新文明的时候会有一个统帅是紫色，一个是金色的，所以也有可能我猜错了，可能6天夫人他就是金色的统帅，然后西亚卡克他是紫色的统帅也说不定。再来就是玛雅文明的争议，在之前就已经有介绍过，所有普攻伤害提升 3%， 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 5%， 金币采集速度提升 10%。 但是特色兵种并不是以往的骑兵、步兵、工兵，而是直矛兵。看来这个就是全新的兵种了，也有可能它是属于工兵的那一类，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到它是用长矛来丢的嘛。下一个就是大家问了很久的统帅置换到底是怎么玩的，在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会在1月的时候推出，不过只有部分王国会开始进行测试，之后才会全面开放给所有的王国。这个置换的活动呢，也会在 KVK2 要结束前7天出现，每个角色也就是你每个账号只能参与这个活动1次而已，最多只能置换2位统帅，然后这边其他的详情也是一样没有说到不过这边至少还是有讲到，就是你一定要在进入 KVK3 之后的玩家才可以置换而已。下一个就是军器转换，也是跟统帅置换差不多，必须要消耗转换时，然后把传说品质的军器转换成其他阵营同类别的军器。在转换之后，你的专属跟专精铭文依然会保留，但是会变成另外一个阵型的专属铭文和专精铭文，但是通用铭文还有军器的属性不会变。
就是说原本你的三维是多少，转换过去之后依然还是那个三维。下一个海量统帅免费送，免费领取全新骑兵统帅亚瑟王。OK， 看到这个免费领取，你们可以不用期待亚瑟王了。免费的统帅都不是好东西。OK， 从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王者试炼，这里有包括力量试炼、速度试炼、财富试炼等等啊，其实已经很明显告诉各位了。你们要提升战力，你们要使用加速，你们要用宝石，你们要去打野蛮人，你们要去天登陆。你们要打野蛮人存在，你们要帮助队友，就是有一个小手的符号，你们要点帮助队友提升了。智慧试炼我觉得是提升统帅的等级啦，还有个团结试炼，我觉得很大可能就是领取我们联盟里面的箱子。所以其实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活动了。然后完成活动之后就可以获得全新的统帅亚瑟王。如果你的王国处于在 KVK 2或者是在之前的赛季，就可以获得西亚卡克。所以很大可能亚瑟王在 KVK 2或者是之前的王国是没有办法获得的。而且同时间亚瑟王是可以试用的哦，这个让我没有想到。那通常来讲呢，能够让我们试用的统帅一般不会太糟糕，正常来讲啦。那么试用时间是在2025年的1月10日到1月23日。那个时候其实960刚好打黄庭了，我在想着要不要直接把它觉醒拿出去用。因为像官方这边所说的试用呢，其实也只能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或者是赛罗利的危机中可以试用而已。如果我们真正想要带去战场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把它给觉醒了。最后就是签到免费送全酒馆统帅，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也是废的，因为我全部统帅都已经有了。这边酒馆统帅就包括图特摩斯、皮洛斯、善德女王、十天山城，还有埃及艳后。最后一个应该是让我们自己选择要什么统帅啦。不过这边都说酒馆统帅，所以你们也不要期望太高。但是你们别以为真的就是免费送给你们，你们要看下面的规则，它写什么东西。新年老友再相会，完成每日签到，全酒馆统帅免费拿。这个活动应该就是在聚首那边完成的活动啦，也就表示说你必须要邀请你的旧朋友回来玩这个游戏，又或者是只有那些回坑的玩家才可以拿到这些统帅而已。然后活动的时间依然还是在1月10日到1月23日。那当然有玩家就会猜测说亚瑟王到底是不是第10代的骑兵，这里官方就已经明确的说了，亚瑟王就是第10代的转盘骑兵。但是在上面的活动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是在1月10日到1月23日，然后如果真的是我们要完成活动之后才可以拿到新的统帅，算下来刚好就1月23日左右吧，也就是国服他们刚好出现转盘的时间。但是如果针对于国际服来说的话，这一次出现新统帅的时间其实是提前了，因为我在之前就预测过应该是2月20多号左右我们才可以出现新的骑兵统帅。所以显然的上一代的统帅可能销量真的不是很好啦，没有多少玩家肯买单，所以就变成说他们要尽快的推出新统帅了，又或者是他们想要过年了快点推出。既然都已经说到第10代的骑兵了，那我只能希望不会太差啦，这个统帅我也没有话可以讲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OK， 这边做个补充，原本影片是本来要结束了，但是我去看了官方的脸书那边有写到一些爆料，就是亚瑟王将会是首位拥有双重伤害的骑兵统帅。就是说连击伤害可能只是亚瑟王的伤害一部分，它主要可能还是以技能伤害为主，所以有可能三线阵也就是连击伤害是针对于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的。还有看到一些玩家有去问官方客服说亚瑟王其实是有 AOE 的，这个我就不能确定，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亚瑟王的